就在6月5号，日本著名的八卦周刊《周刊文春》爆出了一个足以让日本政坛地震的核弹级大瓜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唯一的孙子居然投共了，在中国读大学。但是也有人担心，这是真刀真枪的摸熟中国社会，混进中国顶尖的精英圈子，担心这绝不是简单的留学啊，而是一次最高维度的情报库更新。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高市孙子中国上大学这事儿。他的孙子山本莲今年刚满18岁，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啊，人家就已经搬进中国的大学宿舍，开始跟中国大学生一起军训上课了。而且这一读啊，就是结结实实的全日制本科4年。据日本那些知情人士偷偷爆料，高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是懵的呀。日媒用了一个极其传神的成语来形容他的反应，叫勤而宜水。就好像你睡得正香，有人突然往你的耳朵里灌了一瓢拔凉拔凉的凉水，突如其来，透心凉，心飞扬。那为什么他会这么震惊啊？因为这件事情啊，他从头到尾彻彻底底被蒙在鼓里。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在自己家里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山本莲的亲爹也是高市早苗的继子山本健。大伙儿注意啊，高市早苗和山本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高市当年嫁给山本拓，成了山本健的继母。山本健这哥们儿也不是省油的灯，人家现在是福井县议会的资深议员，是山本家族在地方上的实际掌门人。他在把亲儿子送来中国这件事上，玩了一手极其漂亮的先斩后奏，不提前商量，不征求意见，连个暗示都没有直接等学费都交完了，机票都订死之后，才冷冰冰的给老太太下达一个通知。这哪去留学呀？这简直是往高市那张对华强的老脸上甩了2个响亮的大耳刮子。山本健为什么敢这么干啊？因为在山本家族的族长眼里高市早苗虽然在东京呢混的是风生水起的，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外星人。那对于山本健来说儿子山本莲是家族未来20年、30年的希望，是山本家族能否在世袭政治的残酷竞争中活下去的唯一筹码。在高市早苗来看孙子去中国是资敌，是政治丑闻，但是在山本健看来这叫战略避险，这叫布局未来。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地方实力派与东京政治表演派之间那道深不可测的鸿沟。那讲到这儿，咱们必须去想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日本政治世家宁可得罪当朝重臣也要把孩子送过来啊？其实吧，在日本混政治跟咱们理解的考公上位完全是两码事儿。日本政坛的本质说白了就是4个字儿：世袭政治。你以为国会里坐的是议员？错，那是一群家族企业的老板。目前日本国会里将近1/3的议员都是拼爹拼爷爷上来的正2代、正3代。那在他们眼里政治版图的交接比什么国家大义选民利益重要10000倍。既然是家族企业，那培训接班人就是头等大事。这帮政治豪门培养下一代，那精密程度简直令人发指。你以为像咱们老百姓一样孩子高考考多少分就去哪个学校混个文凭吗？绝对从这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他爷爷他爹就已经把路线图给他画好了，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家族未来几十年的政治生命进行战略风投。这就是日本政治世家最核心的家训。台上的政治口号是喊给选民听的，家里面的发展赛道是做给家族未来看的。高市早苗在台上叫嚣脱钩，那是因为他的选票基础是那帮极右翼的精神股东。但山本健在台下送孩子去中国那是他作为一个理性人，他看清了2026年、2030年之后的亚太格局。他手里面捏着家族这棵独苗，本来吧有2个稳妥的选择。第一是送去欧美哈佛耶鲁，那是安全牌，回来能继续抱美国大腿。第二就是送去中国。在2026年的今天山本健显然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的20年里日本如果想要活下去，如果山本家族还想在政坛有发言权，那么拥有一个懂中国，在中国有硬核人脉，能跟中国高层直接说上话的继承人，其价值要远远超过一个只会背诵西方傲慢与偏见的杨博士。当行动背叛了语言，这种沉默的背叛就是最强烈的信号。日本精英阶层已经看清了未来的大势到底在哪里。
另外，这次日媒的爆料里还写了一句极其扎心的话啊，这件事在政界早已不是秘密了，只不过普通老百姓一直蒙在鼓里。这话是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日本那帮金字塔尖的精英们早就看穿这出戏的剧本，那些天天高喊着要对华强硬，动不动就去参拜那个破神社的政客们，私底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给自己家的孙子孙女报中文辅导班呢。这种现象，学术界叫双轨思维，用大白话解释就是生意是生意，工作是工作。那如果说投资中国高等教育是日本精英家族用真金白银做出的理性选择，那么顺着这条逻辑我们必须想那个最冷酷也最现实的问题。要知道，高市早苗的孙子这可不是跑去中国旅游2个月，这是结结实实的4年全日制本科学位啊！这小子要在中国的大学里跟咱们的学生一起做 PPT， 一起写论文，他要完整的掌握中文，他要真刀真枪的感受中国的社会运转，理解中国人的思维逻辑，甚至建立起他在中国第一波极其硬核的人脉网络。这对一个日本政治家族的未来掌门人来说，等于直接完成了一次最高维度的情报库更新啊！那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聊聊很多网友听到这事的第一反应。高氏的孙子来中国读大学，摸透了我们之后，以后会不会反过来对中国不利？说实话大家的这个担心不仅没错，而且极其深刻。在国际政治的丛林里，学术界和情报界有一个共识，知华派往往才是最坚决、最难缠、最致命的反华派。大伙儿想想当年抗日时期，对中国的地理、方言，甚至老百姓的心理摸得最透的是谁啊？是那些天天坐在东京看地图的军官吗？不是，是战前伪装成商人学者、留学生，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混了10几年的日本特务和中国通。那山本健作为政治世家现在的掌门人，他把儿子送过来让人不得不多想你让山本莲在欧美读大学，他天天读的是西方的傲慢与偏见，他以为中国还停留在西方媒体抹黑的通稿里。真到了两军对垒、政策博弈的时候，他一拍脑门做出的决策可能全是误判但如果他亲自在中国生活4年，那个性质就完全变了。他会知道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到底有多恐怖，他能摸清中国年轻一代的民族聚集力和底线在哪里他甚至能学会用中国人的话术、中国人的思维去绕过监管，精准的寻找中国社会舆论的裂痕。这不叫留学这叫深入敌后。他回去之后一旦继承家业进入日本外务省或者防卫省，他制定的对华政策绝对不会像高市这样子只会无脑的瞎叫唤。最懂你的人往往刀子捅得最深，这才是最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一个日本未来的首相、大臣继承人，他的大学同学会是什么人呢？山本莲读的是中国的名牌大学，能考进这所大学的中国孩子基本上都是咱们国内卷出来的顶级学霸，或者是各行各业精英家庭的子弟。这帮中国孩子毕业后，多年后会去哪里去商务部，去外交部，去大型国企，去顶尖的科研院所，去互联网巨头当高管。这就是最可怕的圈子效应4年的同窗生活，山本莲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甚至掌握了他们的私人交情。等多年后，这批人都走上了核心岗位，山本莲在日本也当上了高官。这个时候，如果日本想对中国搞点小动作，或者搞什么情报渗透、舆论认知战，山本莲甚至都不需要动用间谍他只需要给当年的中国大学同学打个电话，叙叙旧、套话，或者利用这层关系做点利益交换。这种潜移默化的披着同学情谊外衣的人脉网络，一旦被日本政客黑化，就会变成一个极其硬核的埋在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的隐形反华网络。不过虽然他们算盘珠子打得啪啪响，但别忘了这里可是中国呀。高市老太太现在自己都被当场的回旋镖扎成刺猬了，大伙儿想想她最近都在走什么背字今年年初 AI 抹黑门的丑闻爆发，他的选举团队被曝花老百姓的税金，用 AI 批量制作假新闻抹黑政敌，支持率一路雪崩。好不容易喘口气这下好了，亲孙子投共的大瓜又被引爆了，这直接形成了一个极其毁灭性的逻辑闭环。高市高市，你连自己家那几口人的思想工作都做不通，你连亲孙子的腿都管不住，你有什么资格去管1亿多日本国民？更致命的是那个终极回旋镖，
日本这帮右翼政客，平时最喜欢拿着放大镜到处找茬，只要哪个议员说了一句对中国友好的话，立马一顶媚中的大帽子就扣过去了。可现在呢，这本全日本最大最沉的媚中帽子在天上转了一圈，稳稳地砸在了右翼大头目高市早苗自己的脑袋上。你天天在台上骂别人是中共同路人，结果你的亲孙子现在正在中国的大学里吃着麻辣烫呢。现在外网上当年的政敌都在开香槟庆祝，高市的右翼基本盘彻底被他自己家给搞破防了。山本连这小子能来中国读大学，这事儿门不是咱们中国人硬拉着他进来的，是他们日本政治家族自己费尽心机推开的。他们想来搞知己知彼，但咱们中国玩的是堂堂正正的阳谋。中国社会这台超级大熔炉的物理净化能力超乎那帮人的想象。大学4年下来山本连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会被中国这种铺天盖地的工业硬实力和社会现实给强行重塑。他可能依然会为了日本的利益对付中国，但他脑子里那根中国必然崩溃，只要联合美国就能锁死中国的狂妄骨头，会被这4年的现实给一节一节的敲碎。他回去之后，面对日本国内那些天天闭门造车、叫嚣跟中国开战的疯子，他反而会变成那个大喊我劝你们别作死中国真的惹不起，千万别硬杠的轻型踩刹车的人。想从内部渗透我们，那就看看最后到底是谁被谁彻底格式化。好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呢？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